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世纪末，那是一个物理学被认为即将完工的时代。那时候的科学家们普遍相信，自然界的主要定律都已经被发现了，剩下的工作不过是把细节修修补补而已。物理学的大厦看似金碧辉煌，只剩2朵小小的乌云漂浮在空中，一朵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带来的困惑，另一朵是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然而，正是这2朵看似不起眼的乌云，却酝酿着一场足以将整座物理学大厦推倒重建的狂风暴雨。而这场风暴的名字就叫做相对论。在开始这场旅程之前，让我们先来理解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什么是以太？这个词在古希腊哲学中指的是天空和大气上层的纯净物质，而在19世纪的物理学里，科学家们假设整个宇宙充满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特殊物质——以太。他们认为，以太就像一片静止的海洋，而光就是在这片海洋中传播的波。你可以把这个以太想象成一条宽阔的河流，而光就像是河面上的船只。在牛顿力学的世界里，如果你在岸上观察，一艘顺流而下的船会比逆流而上的船走得更快。同样道理，如果以太真的存在，那么顺着以太流动方向的光应该比逆着以太流动方向的光更快才对。为了验证这个想法，2位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和莫雷在1887年设计了一个极其精密的实验。他们让一束光先沿着地球运动方向传播，然后再让它垂直于这个方向传播。如果以太真的存在，这2个方向上的光速应该会有微小的差异，就像顺流和逆流的传速不同一样。然而，实验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震惊了。2个方向的光速完全相同，一丁点儿差异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以太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宇宙中不存在任何绝对静止的参考系。你站在原地，手电筒发出的光和你跑向它时发出的光，速度竟然完全相同。在牛顿的世界里，这简直荒谬至极。如果河水在流动，顺流扔出的石子应该比逆流扔出的石子更快才对。但实验告诉我们，在光的运动面前，你的奔跑根本不会改变光速，哪怕一丁点儿。这个发现让整个物理学界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许多科学家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释这个诡异的结果，比如假设物体在运动方向上会发生收缩，或者时间会发生变化。但这些解释都像是打补丁一样，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故障，始终无法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直到1905年，一个在瑞士专利局工作的小职员，用一篇只有30页的论文，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思考方式与众不同，他没有试图修补以太理论，而是问了一个看似简单却直击本质的问题：如果光速在所有情况下都保持不变，那会发生什么？他的答案彻底颠覆了人类几千年来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全部理解。光速不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论你跑得有多快，无论你朝着哪个方向运动，你测量到的光速永远是一样的。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站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上，用手电筒朝着火车前进的方向射出一束光。在牛顿的物理学里，车外的观察者应该测到比光速更快的速度，因为光速加上火车的速度。但相对论告诉我们，车外的观察者测到的光速和你测到的一模一样，都是每秒约30万公里。这听起来简直像是胡说八道，对吧？但无数次的精密实验都在不断证实这个匪夷所思的事实。1972年，一个叫阿尔方索·费格尔的科学家做了一个极其精确的实验。他把激光测速仪装在喷气式飞机上，让飞机绕着地球飞行，然后测量不同方向的光速。结果发现，无论飞机朝着哪个方向飞，光速始终保持不变。为了解释这个现象，爱因斯坦不得不做出一个在当时看来疯狂至极的假设：当物体已接近光速运动时，时间本身会变慢，空间本身会收缩，甚至质量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完全察觉不到，因为它们只在接近光速时才会变得显著。但问题是，接近光速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我们坐过的最快的交通工具喷气式客机，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这连光速的1/1000都不到。在这样的速度下，相对论效应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时间是均匀流逝的，空间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宇宙，故事就完全不同了。在宇宙中，光速是唯一的速度上限，没有任何物体能够超过光速。太阳光从太阳表面出发，要经过约8分20秒才能到达地球。银河系另一端的星光要穿越10万光年的距离才能抵达我们的眼睛，而来自可观测宇宙边缘的光已经在宇宙中旅行了约138亿年。正是在这个宏大的宇宙尺度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展现出它的真正威力。GPS 卫星系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些卫星在距离地面约2万公里的高空，以每小时约1.4万公里的速度飞行，相对论效应在这里变得不可忽视。如果不考虑相对论效应， GPS 系统每天会产生约10公里的定位误差，用不了多久就会完全失效。现在你明白了吗？相对论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物理学理论，它就在你的手机里，在你每一次使用地图导航的时候，默默地发挥着作用。每一次你查看自己在城市中的位置，你都在享受爱因斯坦智慧带来的便利。但相对论的真正故事才刚刚开始，让我们继续深入，去看看当速度越来越快，接近光速的时候，时间和空间会展现出怎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面貌。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相对论最令人震惊的核心地带。时间是什么？这可能是人类思考了几千年都未能给出完美答案的古老问题。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里，时间是一条均匀流淌的河流，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跑得多快，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1秒钟就是1秒，地球上的你和太空中的宇航员共享同一个现在。但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常识完全是错的。时间不是均匀流淌的长河，
它像一条可以被拉伸、可以被压缩的橡皮筋，关键在于你跑得有多快。这个想法太过震撼，让我们用一个思想实验来理解它。想象你站在一列火车上，火车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驰，在火车的正中央，你点亮了一盏灯。假设火车车厢的长度恰好是光在1秒钟内能走过的距离的一半。现在，根据经典物理学，光会同时到达火车前端和后端，因为光速是固定的，而两端到灯的距离相同。但问题来了，如果火车正在高速运动，车外的观察者会看到什么？在牛顿的世界里，他们应该看到光同时到达两端。然而，在爱因斯坦的宇宙里，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由于光速在任何参考系下都保持不变，车外的观察者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当光从灯发出的时候，火车的前端正在逃离光，所以光要多走一小段距离才能追上它，而火车的后端正在迎向光，所以光少走了一小段距离。结果就是，车外观察者看到光先到达后端，后到达前端，这就是著名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对运动中的观察者来说，同时发生的事件，对静止的观察者来说并不同时。时间和空间不是独立的背景板，而是会根据观察者的运动状态发生改变。这个结论听起来如此反直觉，以至于爱因斯坦本人都花了很长时间来消化它。但实验很快就给出了证明。1971年，物理学家乔·哈夫勒和理查德·基廷把2架极其精确的原子钟、铯原子钟分别装在2架喷气式飞机上，让它们绕着地球飞行一圈，然后与留在地面上的原子钟进行比较。原子钟的精度高得惊人，每1000万年才会误差1秒，是人类制造的最精确的时间测量仪器之一。结果如何？飞机上的时钟，飞行的那个，比地面时钟慢了59纳秒。59纳秒是多少？10亿分之1秒的59倍。这么微小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请注意，这恰恰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用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误差在10%以内。对于如此微小的效应来说，这个吻合程度已经相当惊人了。从那以后，科学家们进行了无数次更精确的实验，每一次都在不断验证相对论的正确性。时间膨胀效应告诉我们，当你的运动速度越快，时间对你来说就流逝得越慢。这不是比喻，不是幻觉，而是实实在在的物理效应。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你登上了一艘宇宙飞船，以99%的光速飞向距离地球约4.3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这是离地球最近的恒星系统之一。以99%的光速飞行，你在这艘飞船上度过的时间和地球上度过的时间会有巨大的差异。根据狭义相对论的公式计算，当飞船以99%光速飞行时，时间膨胀因子约为7，也就是说，飞船上每过1年，地球上就会过7年。如果你以这个速度飞往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然后再返回地球，旅程总共大约需要8.6年。这对你来说的8.6年，但当你回到地球时，地球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约60年。
你飞出去时可能还是个青年，回来时你的同龄朋友们可能已经进入了老年，而你自己却只老了几岁。这个效应有一个著名的名字——双胞胎悖论。想象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其中一人登上宇宙飞船进行高速旅行，另一人留在地球上。当旅行的那位回到地球时，他会发现自己比留在地球上的兄弟年轻得多。有趣的是，这个效应并不是似乎，而是实实在在的时间差异。如果两个人能够在分子级别上比较他们的身体状况，旅行的那位确实会有更年轻的细胞，更少的衰老痕迹。但请注意，这个效应是对称的。如果你从飞船上观察地球，地球上的时间也在变慢，这意味着两个观察者都觉得对方的时间变慢了。这似乎是一个矛盾，但这并不矛盾，因为关键在于，只有当两个人再次相遇，进行比较的时候，差异才会真正显现出来。在分开旅行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时间正常流逝，而对方的时间变慢了。但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差异就固定下来了。真正加速运动、改变方向的那个人，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实际上流逝得更多。这就是相对论最迷人，也最令人困惑的地方。时间的快慢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你的运动状态。你以为你在哪里？你跑得多快？这些看似简单的信息，实际上决定了你经历了多少时间。这个效应虽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微乎其微，但在某些领域却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除了前面提到的 GPS 系统之外，在粒子物理实验中，时间膨胀效应几乎是家常便饭。在 CERN 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中，科学家们把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这些质子在静止时的寿命只有约15纳秒，但在接近光速的状态下，它们的寿命会被延长数百万倍。如果没有相对论的计算，这些质子根本不可能在对撞机中被捕获和研究。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另一个同样令人震惊的效应。既然时间可以被拉伸，那空间呢？当一个物体以接近光速运动时，它在空间中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答案是，它会被压扁。在运动方向上，它的长度会缩短。这个效应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但它是狭义相对论的直接推论。让我们继续用思想实验来理解它。想象一艘100米长的宇宙飞船，它正以90%的光速飞过地球。现在，如果你站在地球上，用激光测距仪测量这艘飞船的长度，你会得到什么结果？根据狭义相对论的计算，当你测量这艘以90%光速飞行的飞船时，它的长度不是100米，而是大约43.5米。飞船在你的测量中缩短了一半以上。但奇怪的是什么呢？飞船上的宇航员用同样的方法测量他们自己的飞船，得到的仍然是100米。他们看自己的飞船完全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不是意味着地球上的测量是错误的？飞船实际上并没有缩短。不，相对论告诉我们，这里没有错误和正确之分。每一个观察者测量到的长度都是真实的。在地球上的你看来，飞船确实缩短了；在宇航员看来，
飞船确实没有缩短。这两个事实同时成立并不矛盾，关键在于长度不是一个绝对的固定的属性，而是取决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不同的观察者会测量出不同的长度，这就是空间的相对性。但请注意，这个收缩只发生在运动的方向上。如果飞船是立方体形状，它只会在前进的方向上变薄，左右两侧和上下高度不会改变，所以你看到的飞船会变得又短又扁，像是被压路机压过一样。有趣的是，这种长度收缩是不可逆的。如果你减速，飞船会恢复原来的长度吗？会的，但不是像弹簧那样弹回去，而是当宇航员减速下来之后，他们测量地球，会发现地球也变短了。这个效应和我们之前讨论的时间膨胀效应是紧密相连的。时间变慢的同时，空间在运动方向上收缩，这两者都是为了保证光速不变这一铁律而必然导致的结果。从数学上看，时间膨胀和长度收缩是同一个效应的两个方面。这个效应源自爱因斯坦对光速不变这一简单假设的坚持。整个狭义相对论的大厦都建立在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彻底颠覆人类常识的假设之上。现在让我们继续深入，去看看质量和能量之间那令人惊叹的联系。这将把我们引向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方程。1905年，爱因斯坦在他那篇划时代的论文中写下了一个只有2英寸长的方程。这个方程后来刻在了爱因斯坦的墓碑上，成为了科学史上最具标志性的符号。这个方程就是 E 等于 mc 平方。E 是能量， m 是质量， c 是光速，约等于每秒30万公里。这个方程的含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质量和能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质量不是别的什么，质量就是压缩的能量，而能量也不是别的什么，能量就是释放出来的质量。一克物质蕴含的能量约等于2万吨 TNT 炸药爆炸释放的能量。这个对比如此悬殊，以至于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中直观地理解它。2万吨 TNT，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大约是二战中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所释放的能量，而那只是一颗小小的原子弹。但这个方程不是在说质量会变成能量，而是在说质量本身就是能量的一种形式，就像冰是水的一种形式一样。水可以变成冰，冰也可以变成水。同样，质量可以变成能量，能量也可以变成质量。它们之间的汇率就是 c 平方，一个约等于9乘以10的16次方的巨大数字。这就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完全察觉不到质量和能量的等价关系。在我们的尺度上，质量看起来是固定的，而能量是变化的。但实际上，每一点质量都蕴含着惊人数量的能量，只是一直没有被释放出来而已。太阳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太阳每秒燃烧约400万吨质量，把这些质量转化为能量，以光的形式辐射到太空中。这听起来是一个天文数字，但相对于太阳的总质量约2乘以10的27次方吨来说，每秒损失的质量只是9牛1毛。正因为这个缘故，
太阳才能持续燃烧约100亿年。已经燃烧了约46亿年的太阳，还将继续燃烧约50亿年。如果人类试图用化学反应来获取能量，比如燃烧煤炭，太阳早就燃尽无数次了。但核聚变能够更高效地把质量转化为能量，氢弹就是基于这个原理制造的。在氢弹中，氢原子核融合成氦原子核，这个过程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即便如此，氢弹也只利用了氢聚变所释放能量的极小一部分。真正的完美核聚变把质量100%转化为能量，目前还在人类的探索之中。与核聚变相对的是核裂变。在核裂变中，重原子核如铀或钚分裂成较轻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能量，这就是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原理。1945年，扔在广岛和长崎的2颗原子弹，让人类第一次亲眼见证了质量转化为能量的恐怖力量。但即便如此，原子弹中参与反应的物质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一颗典型的原子弹可能只燃烧了约1公斤的核材料，但释放出了约1.5万吨 TNT 当量的能量，而这1公斤物质中也只有约1克真正转化为了能量。E 等于 mc 平方告诉我们，能量和质量之间的汇率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是很小数量的质量，都蕴含着难以想象的能量。这个方程是宇宙的基本定律之一，它决定了恒星的命运，也决定了人类获取能源的方式。如果没有 E 等于 mc 平方，太阳就不会发光，核电站就无法运转，而你我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曾是几十亿年前恒星爆炸时抛射出的物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星辰。这个方程不仅是理论物理学的里程碑，它也是人类技术文明的重要支柱。从核电站到医疗影像，从粒子加速器到对撞机，无数现代科技都建立在对智能关系的理解和应用之上。但相对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事实上， E 等于 mc 平方只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推论，而相对论真正的大戏还在后面。如果说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当物体已接近光速运动时，时间、空间和质量会发生改变，那么广义相对论则告诉我们一个更加深刻的真相：质量本身就会弯曲时空，而这就是引力的本质。这个发现是爱因斯坦在1915年完成的，它比狭义相对论更加深奥，更加反直觉，也更加令人着迷。为了理解广义相对论，我们需要回到爱因斯坦的一个最快乐的想法。1907年，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工作期间，思考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自由下落，他会感觉到自己的重量吗？答案显然是不会。如果你跳伞时从飞机上自由坠落，在落地之前的短暂时刻，你会体验到完全失重的感觉。在那一刻，你感觉不到任何向下的拉力，就像漂浮在太空中一样。但有趣的是，你在地球表面自由坠落，和你漂浮在远离任何星球的太空中，物理体验是完全相同的。在这2种情况下，你都处于失重状态，都感受不到重力。这引导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一个在封闭电梯里失重的人，
根本无法判断自己是在太空中自由漂浮，还是在地球上做自由落体运动。加速度和引力在感知上是完全等价的，这就是著名的等效原理，它是广义相对论的核心基础。等效原理告诉我们，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是同一个东西。当你感受到重力的时候，你感受到的不是某种拉力，而是你在加速参考系中的运动状态。地球表面把你向下拉的力，和电梯向上加速时把你向上推的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个想法如此简洁，却又如此深刻。牛顿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中引入了引力质量这个概念，来解释为什么所有物体都以相同的速度下落，但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引力质量恰好等于惯性质量。爱因斯坦的等效原理第一次给出了一个统一的解释。现在让我们继续推演这个想法。电梯加速向上运动时，你感觉到自己被向下压。如果你在电梯里放一个球，松开它，球会落向电梯地板。这个过程和地球上的情况完全相同。但如果等效原理是对的，如果引力就是加速度的表现形式，那么引力本身就不是一种力，而是一种时空的几何性质。这个结论是逐步推导出来的，让我们一步一步来思考。首先，电梯加速向上运动时，电梯内部的光线会发生什么变化？假设有一束光从侧面水平射入电梯，在静止的电梯中，光线会直线前进，但在加速上升的电梯中，光线在传播过程中，电梯已经在向上加速了。结果就是光线在电梯中的轨迹会发生弯曲，它会相对电梯的后壁向下偏移。但等效原理告诉我们，这个电梯在加速上升和电梯静止在引力场中是完全等价的，因此在引力场中，光线也应该发生弯曲。这个结论至关重要，引力能够弯曲光线。现在让我们把这个结论扩展到整个宇宙。在爱因斯坦之前，人们认为空间是一个固定的静止的背景，物体在这个背景中运动，而引力是物体之间的一种拉力。但爱因斯坦告诉我们，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空间不是固定的背景，而是可以被弯曲的，而弯曲空间的东西就是质量。你可以把时空想象成一张巨大的橡皮膜，如果你在橡皮膜上放一个很重的球，比如一个保龄球，橡皮膜就会凹陷下去。而如果你在旁边放一个小球，让它在这个凹陷的表面上运动，它就会沿着弯曲的路径滚动，而不是直线前进。在牛顿的世界里，月亮绕着地球转，是因为地球对月亮施加了一个拉力。但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月亮绕着地球转，是因为地球的质量弯曲了周围的时空，而月亮只是在这个弯曲的时空中沿着直线运动，只不过这条直线在三维空间中看起来是一条曲线。这条在弯曲时空中直线运动的状态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测地线。在平面几何中，两点之间最短的路径是直线。在弯曲的时空中，两点之间最短的路径就是测地线。月亮的运动就是在地球质量弯曲的时空中走自己的测地线。引力不是一种拉扯物体的绳子，而是时空弯曲的表现。
这个想法如此革命性，以至于连爱因斯坦本人在最初都难以相信。为了验证这个想法，科学家们设计了一个实验来检验光是否真的会被引力弯曲。答案来自1919年的一次著名日全食观测。1919年5月29日，英籍美裔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率领一支探险队前往西非海岸的普林西比岛观测日食。这次日食期间，太阳的光芒会被月亮遮挡，天空会短暂变暗，使得平时被太阳光芒淹没的星星能够被拍摄到。爱丁顿的团队拍摄了太阳周围区域的星星照片，然后与没有太阳干扰时同一区域的星星位置进行比较。如果光线真的会被太阳的质量弯曲，那么星星的位置应该会发生微小的偏移，向太阳的两侧偏移。结果如何？爱丁顿宣布，观测到的星光偏移量约为1.75弧秒，这正好符合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而牛顿的引力是吸引力，理论预测的偏移量只有0.87弧秒，差了1倍。这个结果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爱因斯坦一夜成名，成为了全球最著名的科学家。而广义相对论也从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的理论，变成了经受了实验检验的物理学基石。但这个故事还有更精彩的续集，引力透镜效应就是这个续集中最华丽的篇章。如果引力能够弯曲光线，那么一个大质量天体，比如一个星系或者一个黑洞，就可能像一面巨大的透镜一样，把位于它后方的天体的光线弯曲并放大。想象你站在一面哈哈镜前，镜面把你前方的景象扭曲成了滑稽的形状。现在把哈哈镜换成一个大质量天体，把你的脸换成远方的星光，你就会明白引力透镜是怎么回事了。在宇宙中，引力透镜是一种常见而重要的现象。当一个大质量天体或天体系统位于地球和远方的光源之间时，它的质量会弯曲，来自远方光源的光线，这些被弯曲的光线可能会在多个方向上到达地球，使得远方的光源在观测者看来会被放大、扭曲，甚至形成多个像。最令人惊叹的是，引力透镜甚至能够让我们看到宇宙中原本看不见的天体。想象有一个远方的明亮类星体，它的光线被途中的大质量星系弯曲，形成一个光环一样的结构，这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环。星光被弯曲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像是宇宙中的一枚戒指。而这个效应不仅仅能用于观测，它还能用来称重。通过分析光线的弯曲程度，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弯曲光线的天体质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家们利用引力透镜效应，发现了宇宙中大量的暗物质，那些不发光但有质量的物质。暗物质是什么？这可能是现代宇宙学最大的谜团之一。通过引力透镜效应，科学家们发现，宇宙中大约85%的物质是暗物质，它们不发光，不吸收光，也不反射光。但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弯曲光线的效应来探测它们的存在。如果没有广义相对论，没有爱因斯坦的引力透镜理论，我们可能至今都不知道暗物质的存在。而引力透镜效应
今天仍在帮助我们绘制宇宙的物质分布图，探索宇宙的终极结构。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继续把质量增大，把空间弯曲加剧，会发生什么？答案是黑洞。黑洞是广义相对论最极端、最诡异，也最令人着迷的预言之一。如果把任何一个物体压缩到足够小的体积，它就会变成黑洞。这个压缩的临界点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史瓦西半径。以太阳为例，太阳现在的半径约为70万公里。如果把太阳压缩到半径只有约3公里的球体，大约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大小，它就会变成一个黑洞。想象一下，整个太阳的质量被压缩到一个小镇的大小，密度高得难以想象。如果把地球压缩到半径只有约9毫米的球体，地球也会变成一个黑洞。这颗微小的黑洞地球直径还不到2厘米，但质量却和整个地球一样大。那么黑洞内部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广义相对论，黑洞的中心有一个起点，一个密度无限大、时空曲率无限大的点。在这个点上，所有已知的物理定律都失效了。我们熟知的物理理论在起点处给出了荒谬的结果，连续时空的概念在这里崩溃，我们对宇宙的基本理解在这里失效。起点被一个叫做事件世界的边界包围，事件世界是黑洞的一道不归线，一旦越过这道线，就再也无法返回。无论你是光还是物质，无论你有多大的速度，只要你越过了事件世界，你就永远不可能逃离黑洞的引力。你可以把事件世界想象成一道瀑布的边缘，如果你漂流到瀑布边缘之外，虽然你可能还没有感觉到水流，但你已经注定要坠落下去，无法回头。事件世界就是宇宙中的这道瀑布边缘，一旦越过，就只有一个方向，向起点坠落。黑洞的黑，正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从事件世界内逃出来，光也逃不出来，所以我们看不到黑洞内部的样子，只能通过它的引力效应来推断它的存在。这个概念如此怪异，以至于连爱因斯坦本人在1939年都写道，他认为黑洞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他在计算中发现了这个数学怪物，但拒绝相信自然界会允许这样的怪物存在。然而，科学家们后来的观测证明，黑洞不仅仅是数学上的虚构，它们是宇宙中真实存在的天体。1971年，天文学家在使用 X 射线望远镜观测天空时，发现了一个强烈的 X 射线源——天鹅座 X1。这个 X 射线源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10倍，但它占据的空间却极其微小。唯一能解释这么大质量和这么小体积的方法，就是假设它是一个黑洞。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黑洞可能存在的证据。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黑洞被发现，有些是恒星级黑洞，质量从几个太阳到几十个太阳不等；有些是超大质量黑洞，质量可达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太阳。2019年4月10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事件世界望远镜项目组发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这个黑洞位于代号 M87 的椭圆星系中心，距离地球约5500万光年，
质量约为太阳的65亿倍。这张照片显示了一个明亮的环状结构，中间是一个黑色的圆形阴影。亮环是黑洞周围被加热到极高温度的物质，它们在坠入黑洞之前发出的光，而黑色的圆影就是黑洞的事件世界。2022年5月12日，事件世界望远镜项目组又发布了第2张黑洞照片，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的照片。这是我们自己的星系中心黑洞，距离只有约26000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400万倍。从爱因斯坦的数学推演到望远镜的真实拍摄，黑洞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从理论预言走向了实际观测。这是广义相对论的最终胜利，也是人类智慧的最辉煌时刻。但黑洞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黑洞的存在引发了一个著名的悖论——霍金辐射与信息悖论。1974年，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黑洞并不是完全黑的。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黑洞会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外辐射能量，慢慢的，黑洞会蒸发，最终完全消失。但这个结论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黑洞完全蒸发了，那么进入黑洞的信息会怎么样？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信息不能被消灭，但广义相对论似乎暗示，进入黑洞的信息会永远消失在起点处。这就是著名的黑洞信息悖论。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它把我们带向了现代理论物理学最前沿的领域——量子引力。量子引力是什么？这可能是21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未解问题。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引力是时空弯曲的表现。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宇宙在微观尺度上是不确定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但这两个理论在黑洞的边界上相遇时，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黑洞的起点附近，时空曲率变得无穷大，广义相对论的方程失效了。但同时，量子力学的效应变得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忽视量子涨落。在这个极端的领域中，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量子引力。目前有几个候选理论正在争夺万物理论的王座，其中最有希望的包括弦理论，认为基本粒子不是点状的，而是振动的一维弦，以及圈量子引力，认为时空本身是由离散的小块编织而成的。弦理论预测，我们生活的宇宙可能不止一个维度，除了我们熟悉的4个维度、3个空间维度和1个时间维度之外，还可能存在额外的维度。这些额外的维度可能是卷曲的，小到我们无法直接探测，而圈量子引力则预言，黑洞在坍缩到起点之前会发生一次量子反弹。时空曲率增大到一定程度时，量子效应会阻止进一步的坍缩，产生一个新的宇宙。这些想法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它们是严肃的物理学理论，正在被全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们认真研究和发展。相对论告诉我们，宇宙远比我们直觉感知的神秘。在日常生活的尺度上，时间均匀流逝，空间固定不变，质量和能量泾渭分明。但在极端的速度、质量和能量条件下，这些常识都会失效。
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全新的、更加深刻的宇宙图景。而正是这种反常识，才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科学不是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怎样，而是揭示世界实际上是怎样的。每一次，当我们突破直觉的局限，看清世界的真实面貌时，我们都会惊叹于宇宙的奇妙与深邃。从1905年那篇30页的论文，到2019年第一张黑洞照片相对论，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这100多年来，相对论预测的每一个效应，时间膨胀、长度收缩、质能等价、引力透镜、黑洞，都在实验中得到了验证。GPS 卫星必须考虑相对论效应才能精确定位，粒子加速器必须用相对论来计算粒子的行为，天文观测必须用相对论来解释星光弯曲，引力波的探测必须用相对论来分析和理解数据。相对论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但相对论还没有完成，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宇宙的起源和命运仍有待探索，暗物质和暗能量的本质仍是谜团。这些未解之谜吸引着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前赴后继，也等待着下一个爱因斯坦的出现。而对于收听的你来说，相对论的意义不仅仅是那些精确的方程和深奥的理论，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敢于质疑常识、敢于想象不同、敢于追问本质的勇气。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是无限的。它推动着人类不断突破认知的边界，向着更深的真相进发。所以，当你在某个夜晚仰望星空，思考着宇宙的宏大与深邃时，请记住，那些遥远星光发出的光，在穿越了亿万光年的距离后到达你的眼睛时，它们的路径确实被沿途的质量弯曲了。你的目光正在穿过弯曲的时空，见证着宇宙的奇妙结构。而此刻的你自己，也正以每秒约30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运动，以每秒约220公里的速度随着银河系旋转。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承载着50亿年前某颗超新星的遗产，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宇宙也正在通过你的好奇和追问不断认识着自己。这就是相对论带给我们的礼物，不是一套方程，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种全新的视野，让我们能够看见平凡日常背后的不平凡真相。当你下一次打开 GPS 导航，精准地找到自己的位置时，请记得感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你在新闻中看到黑洞照片，听到引力波被探测到的消息时，请记得这些发现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一个关于光速不变的简单假设。从光速不变的质疑到时空弯曲的洞见，爱因斯坦用相对论告诉我们，宇宙远比我们直觉感知的神秘，但正是这种反常识，才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保持好奇，保持追问，下一个揭开宇宙秘密的人，也许就是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的时空之旅就要结束了。从光速不变的惊人发现，到时间膨胀的神奇效应，从长度收缩的诡异现象，到智能转换的惊人方程，
从等效原理的深刻洞见，到引力透镜的宏大图景，从黑洞的极端预言到量子引力的终极追问，我们一起穿越了相对论100年来的发现与思考。希望你今晚有个好梦，晚安。